呀，哪里来的挡路了？吓死宝宝了！你差点踩到他了！你父母没教过你这样没礼貌吗？你敢吼我家明珠，吓坏我家宝贝，你拿命赔吗？妈咪不气，宝宝饿了。阿姨，你女儿摔倒都没人抱，肯定没爸比疼吧？看我爸比多疼我，专程买这车陪我放学，还在给宝宝包虾虾呢。乖宝，放学辛苦了，快上车吃虾虾，爸爸已经吹凉凉了。那张脸竟和我3年前因破产跳海自尽的丈夫一模一样。愣着干什么？还不把那2个影响市容的脏东西赶远点！惊到了明珠，你们全给我卷铺盖走人！他说我们是脏东西。妈，我好疼，我是不是表现不好？没有，我们月月最棒了。妈妈带你去喝点糖水。呀，原来是个病秧子！爸比，他们好恶心，衣服连擦脚垫都不如，别传染给宝宝。穷酸鬼真是不挑地方，要死远点，别在我们家顾总面前碍眼。乖宝，别看那些脏东西，爸爸特意让人空运的澳洲甜虾，快吃，不然凉了胃疼。我不吃，这虾看着就柴，吃腻了。好，不吃这虾。爸爸晚上安排私厨，直接把奥龙送到家门口给明珠接风。我一天洗800个盘子攒钱给他还债，以为他死了，一个人咽下所有苦，他却给别人女儿买房车端茶倒水。妈妈，那个叔叔好像爸爸，是爸爸写灵来接月月了吗？不是，你爸爸早就死透了。休克，这是低血糖休克的前兆。女儿的命最要紧，现在绝不是算账的时候。能不能请你们给我一杯糖水，或者一点点甜的东西？我女儿真的撑不住了，求求你们！拿过去。拿去倒下水道了。谁知道有什么传染病毒？东西给了他们，连碗都沾着穷酸气，别脏了我家房车前面的地。我的亲生女儿濒死求生，她却宁愿把燕窝倒进下水道。沈太太，恭喜您啊！沈总昨天全款1500万买下的独栋学区别墅，手续已经全部走完，随时可以入住。谢谢爸爸的放学礼物。这个男人眼都不眨，拿出1500万给别人的女儿买别墅，他根本没破产。看什么看？没见过好东西啊！拿去给你女儿买几支葡萄糖，赶紧滚！要是影响我家明珠心情，我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。偷别人命得来的钱，迟早要加倍吐出来。妈咪，你看看这脾气还挺大。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这是我爸爸去年特意去最灵智的寺庙，把膝盖都磕烂了才给我求来的平安符。就你女儿这副样子，接下来的课业我看也别坚持了，直接进厂打螺丝去吧。月月，把这个平安结借给爸爸好不好？爸爸拿它留个念想，保平安，过几天就还你。我怎么也没想到他连死都在算计。吵什么？跟他们废什么话？保安哪去了？赶紧把他们弄走！你乱认什么爹啊？神经病！妈，真的是爸爸，他为什么不理我？不行，绝对不行，不能因为一个人渣毁了他大好的前程，我要让他付出千百倍的代价。阿姨，你女儿脸色太差了，要不要帮你们叫救护车啊？就是啊，这家人也太霸道了，怎么能这么欺负人？谢谢你们的好意，不
不用了，他只是低血糖发作。月月，嚼碎了，咽下去。你要记住，你爸爸在3年前就在海里死透了。刚才那个只是个披着人皮的贼。妈，我知道了，我回教室了。把地上的垃圾收拾干净再走。这3年来，我从来没放弃过调查。我早就查清了沈玉恒当年假死破产的全部底细。大热天的，吃太好容易送命。看在相识一场的份上，送你们一份加急文件。还不死心，肯定是想用过去的感情来敲诈我，真是可笑至极。这不可能，他居然在1个月前就立案报了警。假的，他那个连饭都吃不起的，怎么可能查得到我在国外的洗钱账户？喂，我账户怎么回事？由您涉嫌重大跨国经济犯罪与恶意转移婚内财产，资金已被国际警方彻底冻结。全完了，我洗白的几千万全爆雷了。磨磨蹭蹭什么呢？赶紧开车，我约了做 SPA。一航，我不管，马上把那套500万的高定珠宝给我全款拿下，不然我咽不下这口气。买个屁！我的钱全被冻结了，全都没了，1分钱都动不了了。你破产了，你居然被你前妻算计了！沈玉恒，你胆子挺肥呀！这千万房车是你按天租来装阔的吧？你的银行卡全被冻结，押金付不出，租金也断了，想白嫖我们租赁公司，给我打！哎呦，刚还一口一个澳洲大龙虾，搞半天房车是租的，连押金都付不起的，还装大款，瞧不起人家那对可怜母子。我去找他，我前妻宋青一定还在学校外面，我这就去跪下求他撤诉。他那么爱我，一定会放过我的。哎，范总，范总，哎，我前妻呢？那个穿破衣服的女人去哪儿了？你说那对母女啊，刚开来3辆带连号车牌的黑色轿车，好几个黑西装保镖恭敬把那位女士和小姑娘车接走了。看排场，估计是京城哪个隐形富豪家族的。坦白地说，大半年来我凭借熬夜研发的医疗核心专利，被跨国风投看中，打入天价预付款。这车是风投老总特意派来接我们的。你个骗吃骗喝的穷光蛋，废物，敢拿租来的车忽悠老娘！从现在开始，你给我滚得远远的，我们母女俩跟你没任何关系。老婆，你不得不管我呀！这3年来，我给你买了多少包？为了你们母女，我连女儿都不管了，我连她的护身符都抢来给明珠了。你不能这么绝情啊！救救我！明珠，我是你亲爸爸呀！快帮爸爸救救你妈，亏妈救救吧！嘿，谁是你亲生女儿？你照照镜子行吗？脏死了！别拿你的脏手碰我新买的高定裙子！啊！
怎么回事？2个 O 型血绝对生不出 AB 型的孩子，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。你告诉我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他到底是谁的种？看什么看？既然你现在一无所有，我也没必要瞒你了。明珠是我跟京城龙哥的私生女，你不过就是个掩人隔目的接盘侠，一个好骗的老实人罢了。还真以为老娘看得上你这种货色，也不看看自己的德行。我为了这个人假死骗保，拿走女儿治病的救命钱，干尽了丧良心的事，结果到头来，我居然倾家荡产替别人养了多年的孩子。我不是东西，我害了月月，宋清，月月，我对不起你们啊！活该！刚才还欺负人家亲生女儿呢，报应来得真快。这男的真是个极品，替别人养孩子还当个宝，老天有眼啊！这是我最后的希望了。宋晴最心软，只要我拼命磕头，他一定会收留我的。我可是月月的亲爸呀！晴晴，月月，我求求你们出来看我一眼啊！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是被那个女人骗了。我是你亲生爸爸呀！你不得不管我，我现在只有你了。月月，你看，爸爸把你的护身符抢回来了。爸爸知道错了，你原谅爸爸，让爸上去好不好？月月，求求你。你搞错了，我爸3年前就在海里死透了，没有墓碑，也没有骨灰。这世上多的是落魄乞讨之人，别什么无关之人都跑来攀认亲戚。晴晴，你听不懂人话吗？滚出我的视线！报警抓你之前，别脏了我家的地！好啊，你竟敢躲到这种地方来！再这样，沈玉航，放过我吧！求求你们再宽限几日。没钱还债，还敢四处躲藏，今天必须把想尽办法，也必须把。宋同学，你独自刻苦求学，一路披荆斩棘，实在令人由衷佩服。这是我的亲生女儿，如今顺利考研，前途无量。只要我当众认亲，借着媒体热度，我就能彻底翻身，摆脱苦日子。当着这么多师生和媒体的面，他们绝对不会狠心与我撕破脸面。我这次一定可以如愿以偿。都给我赶紧让开，别拦住我的路！场内的宋月月是我的亲生女儿，我就是她的亲生父亲。站住，别动，我们是执勤的。沈志涵，你涉嫌多项罪名，证据确凿，现在依法对你执行逮捕。这不就是当年抛妻弃女、假装临时跑路的负心人吗？早年抛下家人不管不顾，如今看见孩子出息了就赶来蹭好处，实在太过无耻。
如今顺利考上研究生，开启新人生，你此刻心中最想要感谢的人是谁？从小到大，风雨皆是母亲陪我走过，我这一生只感恩我的母亲，世间再无其他人值得我感激。原告及受害人家属是否愿意出具谅解书，对被告人沈玉红进行宽大处理？出具谅解书。晴晴，老婆，我求求你，你给我写份谅解书吧，我不想在牢里啊！看在过去15年夫妻情分的份上，看在月月的面子上，你给我留条活路吧，我出狱后给你当牛做马。法官大人，这里是142名当年被沈玉航骗拖欠工资的工人联名抗议信，还有他恶意伪造、卷走我重病纠缠女儿救命钱的所有铁证。我不仅不谅解，还要代表所有受害人请求法庭顶格重判。沈玉航，你欠我们母女的，早就在3年前你假死的那天还清了，现在你欠的是法律的债。全体起立！现在当庭宣判，被告人恒非宝的多项罪名数罪并罚，作案情节极其恶劣，社会有期徒刑15年，没收全部个人非法所得。同案犯顾某涉嫌协助转移资金，参与敲诈勒索，判处有期徒刑3年。15年，等我出狱，早就成了一无是处的废人，我后半生都要被困在牢狱之中，我不甘心。属于我的东西，终于干干净净的全拿回来了。妈，好日子要来了，等我放寒假，我就回来帮你打理公司。去吧，奔向属于你更广阔的天空。动作加快些，按时完成当日劳作任务，免得一同受约束。东哥，加快些。接下来有请代表宋月月上台发表发言。我一路走来，稳步前行，全靠母亲一路坚守陪伴，为我撑起安稳前路。当初若是安分守己，好好顾家，如今我也能安稳坐在台下，看着女儿光芒无障，拥有安稳圆满的家庭生活。是我一时糊涂，亲手弄丢了原来圆满安稳的一切。恭喜妈妈，事业蒸蒸日上呀！我最近在校体能测试也取得了不错成绩。天气转凉，记得及时增添衣服，好好照顾自己身体。回想从前艰难拮据的日子，如今安稳幸福的生活真的格外来之不易。所有艰难低谷都早已有缘，我们已然迎来安稳光明的新生活。往后只剩安稳顺雷美好日子。妈妈，我晚自习结束再和您聊天。好，妈妈安心等你消息。宋总，今晚8点有医疗行业峰会，陆总已经在楼下等您了。知道了，我5分钟后下去。宋总，陆总，久等了。
今晚行业峰会，我提前帮你筛选好了优质合作方，刻意避开了一位压榨研发团队的不良投资方。多谢陆总费心，其实这些事情我自己都可以妥善处理好。只是你平日里既要费心打理公司事务，又时常牵挂远在求学的女儿，难免分身乏术。这点小事不过举手之劳。一直以来，我都还没有正式好好谢谢你。当初升学那段时日，是你安排车队护送我们母女，也是你的投资扶持，给了我从头起步十足的底气。谢谢。凭什么宋月月能够考取优异成绩，拥有安稳优渥生活？我明明一点都不比她差。从前我住着宽敞房子，如今却蜗居狭小旧房，连一顿下药饭菜都吃不上，我实在不甘心。安分一点，不要吵闹。若是引来外人上门纠缠，今晚又不得安宁。全都怪你！当初执意结交不靠谱之人，还有宋清母女，都是他们害得我们落到这般田地。事情全都怪罪于我，我整日辛苦奔波操劳，拼命养家，究竟是为了什么？当初我早已提醒过你，人心难测，是你当众出言刁难他人，屡次招惹事端，如今落到这般境地，皆是自作自受。我不管这些，我依旧想要精致好物。妈妈，你去求求宋清，让他拿出钱财接济我们。我早就上门去找过他求情求助了。宋清，我知道错了，求求你高抬贵手，放过我们一家人吧。万事皆是种因得果，所有结局早已注定。从前你们冷眼漠视并便重孩子受苦，怎么没有想过会落到如今这般境地？我是真的满心后悔，早知今日我绝不会那般行事。你们如今经历的所有艰难处境，全都是自己昔日亲手做出的选择。我不会刻意为难你们，却也绝不会心生怜悯，出手相助。妈，我今天拿奖学金了。我刚结束晚自习，今天做实验还得到导师夸奖了。真厉害！天气转凉了，记得按时好好吃饭，可不能忙着实验忽略三餐。您放心吧，我3餐吃的营养又规律，现在800米体测都能轻松拿满分，再也不是从前走几步路就头晕体虚的样子了。月月，偶尔想起从前考场外那些事儿，心里还会觉得难受吗？起初我也疑惑过血缘亲情，如锦妮传来干货我们，我今天拿奖学金了，看，这辈子有妈妈细心陪伴，我就已经足够圆满。我的小姑娘，真的彻底长大了。妈妈，前几天那边有人联系学校，送来一封信，还有修好的平安结，我已经直接让校方原路退回了。你就不想看一看，里面究竟写了些什么吗？完全没有必要。我从来不需要迟到许久的歉意，也不看重事后满心愧疚的忏悔。当初狠心抛下我们的那一刻，彼此之间就早已彻底划清界限。他内心的煎熬鬼恨，从来都和我们毫无关系。说得对，往后凡是那边送来的物品信件，全都直接拒收就好，不必有任何顾虑。已经到家了吗？今晚晚会聊到你的儿科研发项目，我补充了几份海外临床数据，稍后发你。想不要熬夜，早点休息。宋总，那边刚刚打来电话，沈玉恒前后提交3次正式探视申请，强烈要求当面见您。这边询问您是否同意探视。拒绝，永远拒绝。以后他所有的申请书信全部驳回，不用再向我汇报。明白。但沈一恒备注说明，他不求任何钱财补偿，只想当面给您和月月道歉，求得你们母女的原谅。迟来的道歉，比草都轻贱。当年月月需要一口糖水救命时，他在哪里？他拿走女儿护身符驱赶我们时，他在哪里？现在走投无路才想起道歉，
告诉他犯下的错，法律已经给出判决，余生不必再见，就是我们母女给他最后的体面。是，宋总。宋总，出事了！咱们订的那批材料，物流刚通知，高速冻雨封路，最少晚3天才能到。整条生产线预留了档期，晚3天耽误进度还要付空置费。仓库有没有同规格备用料？有一批样品，品级达标，但没做过全批次适配，代工厂不一定愿意等。拿备用料做销市则付钱跟我数据。整条生产线预留了档期，晚3天耽误进度还要付空置费。仓库有没有同规格备用位？宋总，喂，听说你们辅料卡物流了，以后多备一家供应商分批次败货。我认识一家本地辅料厂，资质全，价格公道，稍后推你采购部。消息挺快。备用料政策不行就现场调工艺，正琢磨找备选，你就送上门了，谢了。那天我正好在附近办事，过去看看。我跟代工厂老总熟，说话方便。来挺早。第一次试产，不放心。宋总，溶出度掉2个点，卡在合格线下面了。今天室外湿度太高了，进风温度稳不住，要不先停，明天天晴再试。有没有机器？有2台。搬过来，搭个简易的通道。江淑玉，这样能行吗？临时救急管用。宋总，达标了，刚好卡在合格线上。可以啊，经验丰富。踩过的坑多了，再微调一次温度，稳一稳数据。今天多亏你了，不然试产得黄。做实业谁没遇过突发情况？稳是第一位的，容不得半分错。今天耽误你大半天时间。顺道的是，你们项目顺了，我投资才划算。放心，亏不了你。我从来没担心过。上去喝杯茶再走。不了，晚了，你早点休息。妈妈，好久不见！一路坐车累不累？终于到家了。妈，你看看我包的，相比之前中整不少了。边缘没有捏合严实，下入锅中容易散开，顺着边缘慢慢压实即可。我已经尽量压实了。还是露馅了，应该是馅料放的偏多。手法不熟练，少取一些更容易把控形态。馅料充足，口感更好。妈，你以前常在家包饺子吗？外婆教的。那时候过年穷，就包白菜馅的，也吃得香。外婆包饺子也像你这么好看吗？比我包的还周正。她手巧，什么都会做。你看，先捏中间，
再往两边擀褶子，一个压一个就好看了。算了，我就不是这块料，反正煮熟了都一样吃。知道就好，这些单独煮，都归你。凭什么呀？妈妈，我们食堂也包饺子，我跟室友包了一下午，比这还丑，煮完全是片汤。4月份我们有樱花节，你过来玩2天呗，我带你逛逛。4月份得忙，不一定有空。暑假吧，抽时间过去。没事儿，夏天有荷花，到时候带你去吃涮肉，特正宗。好，都听你的。往后站，别见着你。妈妈，其实我以前总怕过年。那时候你生病，家里没钱，我总怕你偷偷躲起来哭。都过去了，以后年年都好好过。现在真好。端去餐厅，小心烫。妈，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怎么才回来？我都饿了。后厨加了半小时班，多挣20块。带了点客人没动多少的，我热一下凑合吃。我不吃，不吃，你想吃什么？山珍海味？你以为还是以前沈玉恒捧着你的时候，有的吃就不错了？赚钱，你就知道说赚钱。我没有，当初是谁天天买败光了手上最后一点钱？现在反过来怪我？你当初就不该找沈玉恒，你要是找个靠得住的，我至于现在这样吗？靠得住。沈玉恒风光的时候，你一口一个爸叫的亲。路是自己选的，摔进泥里也只能自己一点点往外爬。吃饭吧。这不是我小学1年级的书包吗？这么小啊！那时候你人也小，背着刚好。刚上小学那年你总咳，背不动重东西，我就给你买了这个最轻的。还3好学生呢，我都不记得拿过这个。那时候我总请假，居然还能拿奖状啊！你成绩一直好，就算落课也能跟上。你拿回来那天高兴坏了，贴在床头贴了好几年。这么多啊！那时候跑医院跑得多，攒了满满一坨。这张是你7岁那年肺炎住院的，住了半个月，天天扎针也不哭。我记得那时候你天天给我带小米粥，医院的粥不好喝，你就借护士站的微波炉热。亏你还记得。求求您了，真的是急用，能不能再宽限几天？我一定想办法。都过去了。现在不用啦。这不是我小时候编的平安绳吗？线都起毛了，本来想给你的，结果太丑了，就藏起来了。丑什么？我看着挺好，心意最重要。这个我收着了。现在日子好了，以后都不用苦了。宋总，这是这个月的监狱回追。沈志恒提交了第4次探视申请，还是像前几次一样，长篇大论的提到了血脉亲情，只求能见您和月月一面，当面道歉。还是按老规矩，直接走流程，书面驳回。以后这种不用特意向我汇报，直接处理掉。明白，那我先下班了。宋总，你也早点休息。那天月月低血糖，嘴唇发紫，抓着我的衣服连站都站不稳。那时候你在干什么？自己好好反省吧。
妈妈知道了，实验再忙也要按时吃饭，千万不要通宵泡实验室。工艺规划这边有妈妈在，你安心完成课题。这一批捐赠物资必须搭配补铁咀嚼片，避免长期营养不良、频繁低血糖的问题，绝不能再重演月月当年的痛苦。沈之恒，仔细听好，宋清女士已经通过合法渠道提交了书面声明，从今天起，拒绝你的所有探视申请、书信往来以及任何物品转嫁渠道。我当年偷偷藏了一笔现金。什么现金？放在我们以前那套老房子地板夹层里，几十万现金。我想把这笔钱，还有项链、平安符全部还给他们母女，好好补偿他们。你所说的现金、数额、存放细节必须如实交代，如果属实，法院会重新核查资产，优先补发受害工人的薪资，剩余部分才会归宋清母女。就是几十万，当年跑路太匆忙，高利贷追得紧，我没来得及取出来。这份笔录会同步给所有对接办案人员，争取早日出来。你别给我摆什么总裁架子！沈玉恒突然传话出来了，当年你们那套老房子地板夹层里藏了几十万的私产，那笔钱被法院冻结收养。我跟沈玉恒共同生活了3年，这笔钱理应分我一半。今天你必须给我一个准话，不然我绝不罢休。你听好，我只陈述事实。第一，3年前那套老房因为沈一恒欠下巨额贷被法院强制拍卖，执行法官和搬家公司全程录像，清空了全屋。地板、墙体全部进行了严格排查，根本不存在什么夹层藏钱。第二，法院的资产清算清单全网公示，房车、珠宝、存款、海外账户全部登记收缴，无任何遗漏资产。第三，所谓的藏钱，没有任何转账存款或实物的佐证。如果你确信属实，门在那边，你可以重新调取当年房屋的全部档案核查，而不是跑到我的公司来纠缠我。房子早就换业主了，根本查不到，就当补偿我这3年跟着他耗掉的青春。拿到钱我立刻消失，再也不打扰你们。补偿？你心安理得地佩戴我母亲遗留的翡翠嫁妆，把我女儿保命的平安符挂在明珠的包上炫耀。你不肯给钱是吧？好，我要联系媒体曝光，我看你的公益项目公司声誉还能不能稳住，我要毁了你。你捏造藏匿军款索要财物，数额巨大，恶意造谣损毁个人与企业名誉。我只是想要一点生活费，没想真的毁掉你们。你的想法不作数，这段录音加上楼下的监控画面，我已经拥有了完整的违法证据。安保，进来清楚。现在，请你离开。您好，我是宋清，我要报备一起恶性事件，全部证据我已经同步发送到您的邮箱，请协助留存档案。妈妈，你今天看起来心事很重，是生产线扩产还是工艺物资配送出问题了？都不是，今天苏曼来公司找我了。整件事的源头还是沈玉恒，他随口编一句虚无的藏钱谎话，只是为了换取一丝和我们产生交集的机会。我已经做好了多层防护，写字楼录入他的人面，永久进入。妈，你不用担心我，最难的日子都是我们2个人一起扛过来的。不说他们了，妈，我下乡调研的方案已经做好了。妈，
你去送信公司拿到补偿了吗？我们是不是马上就能搬走，去租带暖气的房子？全落空了！宋清全程录音，把我索要钱财、扬言去闹事的话全部留存了。他直接叫安保把我赶出大楼，全都怪你！怪我？如果不是你，我根本不会动敲诈的心思。是你天天给我施压，最后所有的恶果反倒算在我头上。我和宋月月同年，现在却成了教授，深耕科研，我呢？不能打给宋清，不能再给他添乱。可是苏曼，如果他还在为了那笔不存在的钱四处奔波……喂，哪位？苏曼，是我，沈玉恒。妈，怎么了？谁的电话？沈一恒，你还打电话来干什么？苏曼，你先别激动，听我说完。我今天打这个电话没有任何别的意思，就是想跟你说句实话。之前我跟你说老房子里藏了一大笔钱，那是假的。我不知道你会抱着这个希望去闹事，更不知道这耽误了明珠。是我错了，我现在彻底醒悟了，不会再折腾了。你带着明珠好好过日子，踏踏实实谋生，千万别再为了过去的事纠缠了。这是我唯一能劝你的话。对不起。妈，你怎么了？谎话，都是谎话。妈，你到底怎么了？你别吓我！他到底说什么了？他说老房子藏钱是骗我的。妈，你好好想想，我们之前为什么会那么惨？是因为我们总想靠别人，靠运气，靠不劳而获。现在没人可依靠了，没有藏的钱，没有可以敲诈的人，因为从今天起，我们只能靠自己了。明珠啊，妈错了，害你，害了梁子姐姐。妈，还不晚。妈去出摊了，今天多挣点，晚上给你买排骨。妈，你路上小心。老板娘，加个蛋，多放点辣。好嘞，马上就好，你拿好，慢走啊。吃点东西再看。妈，我们线上健康普课堂的点击量已经破10万了。是啊。妈，我们以后还要去更远的地方。好，去更远的地方。